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超级可爱的迷你月饼。这个迷你月饼的配方，不论是饼皮还有内馅做法都非常的简单，零失败，非常适合新手。而且呢，饼皮酥脆，内馅低糖，好吃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赶快来跟我一起动手做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处理蛋黄。生的蛋黄喷上一点高度白酒，放到烤箱里面。烤熟之后，我把这个蛋黄切成很小的颗粒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月饼是非常小的尺寸，所以颗粒一定要小才能包得进去。接着把芋头放在中火上面蒸半个小时左右，蒸熟，加入炼乳，搅拌均匀。这次的内馅不能太湿润，不然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月饼皮烤裂掉。我喜欢用叉子把它搅拌均匀，因为这样吃起来会比较颗粒感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把这个芋泥称重8克一个，在中间凹一个洞，放进去我们刚刚弄好的咸蛋黄，包起来滚成一个圆球。我会先把它们放在冷冻的地方，冷冻半个小时，这样子等一下会比较好包。接着我们来做肉松咸蛋黄味的。首先我把泡了一整个晚上的绿豆蒸熟，蒸熟完之后用手指捏一下是可以软软的。这样子我们加入白砂糖，还有鲜奶油，把它们用机器处理，搅拌均匀。大家如果懒得做的话，也可以买市售的，那样子也是很方便的。在做的过程中，如果面团太干，你可以加一点油；如果太湿，你可以加点熟的面粉，这样去调整你面团的干湿的程度。接着我们加入肉松还有咸蛋黄。咸蛋黄我喜欢用手把它稍微碾碎一点，这样的颗粒比较大，吃起来比较有口感，可以吃得出咸蛋黄的颗粒感。搅拌均匀之后就是这样子，可以捏成团的状态。我也是一样，把它们揉成8克一颗的圆球，这样子事先放在冷冻库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饼皮了。我会先把这些湿的材料全部在一个盆里面搅拌均匀，记得在这里一定要把它充分搅拌均匀。混合均匀之后，我们再来过筛干的粉类，把所有干的粉类放在一起，然后过筛。过筛完之后，我们把这些粉类一口气全部倒入刚刚混合好的液体里面，用硅胶棒翻拌它到看不见粉类就可以停止了。我们这个月饼的饼皮一定要在你可以马上去准备烘烤的时候再做。如果你提前做的话，这个饼皮就会变干变硬。所以呢，我们饼皮做完之后就要马上使用。翻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用保鲜膜稍微把它盖起来，防止它变干。然后我们取出12克每份，把刚刚准备好的内馅包起来，滚成一个圆球，放在盘子上。在压模前，我会把它稍微滚成一点圆柱形的形状，这样子更好进入模具去压成型。做好之后，马上送入烤箱烘烤，出来就是超级可爱的迷你月饼啦。接下来我们来做芋泥味的，方法跟刚刚一样，只不过这一次我加了一些紫薯粉来调色。我们把紫薯粉跟面团混合均匀之后，分成12克每份。一样把内馅包好之后滚成圆柱形，然后再用模具压成你喜欢的形状。如果大家赶时间的话，可以再把月饼皮压模完之后放到冷冻，然后等到你有时间的时候再取出来烘烤，这样子呢会比较节省时间，而且做出来的月饼也很新鲜。这个迷你花的模具做出来的月饼是不是超级漂亮可爱呢？我觉得跟紫色超级配的，一口咬开里面还有蛋黄，很好吃。这个肉松口味的做出来也是吃起来咸咸甜甜的，很多不喜欢吃甜点的人都觉得很好吃。而且这次使用的是酥皮，所以月饼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口感。迷你的一口尺寸很可爱，而且吃起来热量也比较低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动手做看看哦。这款月饼呢，因为含糖量比较低，所以大家记得要放冰箱冷藏，3天之内食用完毕。现在我们来聊一下月饼为什么会烤失败呢？
如果月饼烤的时候裂开了，那就有可能是它内馅的水分含量太大了，或者你烤箱的温度太高，或者你的饼皮太硬或者是太干。像这样子塌陷的情况，有可能是你的皮太软了，没有烤熟，或者是你的烤箱温度太低了。月饼饼皮图案看不清楚，模糊掉，有可能是因为你饼皮里面的油分含量太大，或者是你刷的蛋液水分含量太高。蛋液一定要记得要过筛，薄薄的刷一层就好。剩下的问题跟原因我会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。那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转发还有分享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